好，现在持续关心到是荷尔姆兹海峡变成了战场哦，因为现在伊朗呢持续的封锁在这边的全球的石油的咽喉，不对称的作战会不会逼死川普呢？全球经济在此刻开始拉响了警报。我们要来看到的是在荷尔姆兹海峡封锁这个全球打起的就是能源跟经济战了，比子弹还要更致命啊！于是呢，现在最新消息的是以色列方面又出手了，以色列针对了伊朗发动了大规模的空袭，目标直指就是当地的30座的石油的油库哦。那么美军这个是美国的官员也私下做爆料说，华府得知到这个消息之后，整个大暴怒，第一时间就立刻骂了脏话哦。明显的就可以看到，美国跟以色列在此刻开始发生了很严重的战略上面的分歧，是不是美国根本拉不住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了呢？伊朗方面也不是好惹的，革命卫队在此刻开始针对美以进行了警告，说你如果敢继续攻击能源设施，油价到时候你们就要好着受了，会突破每桶$200大关。只要任何的国家，他也示警了，愿意驱逐以色列跟美国的大使，就可以在这边行使完全的自由、合法来通过荷尔姆兹海峡。我们要来看到伊朗的武器哦，还有哪一些？刚刚特别提到的荷尔姆兹海峡，现在呢就是要把其他的国家一起给拖下水，其他的国家就可以针对美国跟以色列给予压力。这当中，荷尔姆兹海峡因为掌握了50%的石油跟天然气，涉及的国家包括了这么多，沙烏地阿拉伯、阿联跟卡达等等，所以现在伊朗就是希望能够用荷尔姆兹海峡的封锁来对美以施压。我们看到美国总统川普也立刻发出了警告，他说美国将会发动比目前为止更猛20倍的打击，针对荷尔姆兹海峡。如果伊朗你敢再阻止石油的话，就会做更多的打击。伊朗革命卫队也抛出了一个最新的消息，他说只要任何一个国家愿意驱逐美以大使，就会合法的让他可以自由的控制海峡。消息人士也特别说了，伊朗计划接下来要对波湾的这些盟国的邮轮跟商船来征收安全费用。那么，所以节目一开始我们要特别请教大使怎么看呢？这一套是来自于伊朗的不对称的作战，看起来似乎已经奏效了吗？这个事实上，伊朗封锁荷尔姆兹海峡这个做法，就凸显了美国在开打之前完全太轻敌了。他把这件事情把它排除在外。你都已经把人家的这个领导层端掉48个人，你会觉得人家不会封锁荷尔姆兹海峡吗？荷尔姆兹海峡被封锁以后，川普发表了一个军盲的演说，会让美国海军都快要怎么讲都快怎么样？都快昏倒。他说我要派船舰去护航。你怎么护？你这就是把美国的军舰送到人家枪口面前。那不要靠什么超高音速导弹了，舰炮就把你干掉了，很容易就把你这个船干掉了。那不是把美国军舰拿去送死吗？荷尔姆斯海峡不是一个点它是一条线。对，那美国也在考虑说，那我派地面部队5000个人够吗？你一个红海你都没搞定对不对？而且荷尔姆斯海峡这个现在就用了，那为什么川普现在昨天那么紧张记者会呢？事实上。石油，他说这些我们根本，他石油涨价小事情，我不在乎。你川普不在乎，美国很多人在乎啦，对不对？包括他身边的顾问现在都在乎了，涨到110你就受不了了。人家要给你搞到200，快得很啊！我认为他讲的200就是说，荷尔姆兹海峡再挡不住的话，对不起，我就要攻击海湾国家的油库。油库你再不屈服的话，我就攻击油田。会不会这样做？当然会这样做。那他一步一步来的。你川普想到了吗？都没想到啊，所以才会匆匆忙忙连续2天要记者会，然后丢出来一个怎么样？一个讯息就说战争很快就要结束。他只讲了这一点，他还有一点，可见油价，他说我不在乎。骗自己也骗世界，他刚说不在乎，他昨天还讲了一个什么？我现在已经取消所有的经济制裁有关石油的经济制裁措施。
美国对很多国家就禁止你买油，禁止你卖油。美国不晓得有多少项，他盘点一下多的不得了。他如果全部开放，为什么？就刺激那个油价不要太过波动嘛。再波动涨到150的话，川普也不必选了，对不对？然后川普就真正寡人一个。然后这些你以为这些海湾国家会开始对伊朗报复吗？我告诉你，通通跟美国划清更划清界限，他们没有这个意愿去跟伊朗去作对，也不是伊朗的对手。你美国都挡不住他的飞弹啊，你叫这些海湾国家去挡，你不是开玩笑嘛？所以现在这个状况对美国真的是不利。为什么这么不利的情况会发生呢？我觉得就是川普一个人独裁，没有要开战，都是用赌博式的方式。轻敌，我讲这个荷姆斯海峡，你看我们现在讨论成这样，世界已经大乱了。我只说下一步，伊朗就是说炸油田，看你怎么办。对，现在川普要担心的，除了国际油价持续的高涨之外，还有就是会不会伊朗接下来会开始炸油田？那就算川普先前喊出了说，任何的船只你通过这边，我们美国可以提供保护费，但是看起来是没有任何船只现在是敢通过荷姆斯海峡的。尤其最近又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在这个海峡10艘船遭到攻击，而且4起事件，总共酿成了7人死亡。还有就是说，如果油轮真的被炸的话，到时候会有原油外泄的问题。又会引起更大另外一个层面的浩劫，干哥怎么看？绝对不能够炸油轮，你知道吗？大家认为说那个也不过是美国跟伊朗冲突升级的一个必然的结果，对不对？可是我可以告诉你，1991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在美军介入之后收复科威特，结果那个时候大家还记得吗？海珊政权就说放一把火把它全给烧了。你知道有多少油井起火吗？652处油井起火，也就是说，那也叫革命卫队，叫伊拉克的革命卫队。他们奉命在撤退的路上，他们就放了一把火，把科威特的油井全烧了。因为他们入侵不成嘛，美国介入嘛，那他们只好退回伊拉克境内。结果他们沿路就放火烧，沿路放火烧，你知道到最后，你知道总共统计的结果，他们烧掉了10亿桶原油，是10亿桶，他们造成的那个原油覆盖损毁面积达到了10万英亩，这么大的损害，你知道花了多少时间才恢复吗？5年之后，那边才开始有出现生物，很多。这些就是说环保的团体啊，绿色革命啊，他们去现场采集那个样本，你知道他们看到的很多被这个侵蚀的鸟类啊，以及原生动物，当他们被发现的时候，已经变成化石了。因为他们直接由石油浸泡之后，然后退去之后，大火这个浇灭之后，他们就变成化石，非常悲惨的一个生态浩劫，所以。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说，川普你要实际一点，这个浩劫是会再发生的。如果它再发生的话，伊朗恐怕要比海珊还要厉害吧，还要更有效率吧。所以，如果真的逼得伊朗必须要使用破坏原油啊，就是攻击海面上的油轮，或者是攻击沙烏地阿拉伯、巴林、卡达。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这些国家的油田的话，见证者无人机是做得到的。如果做到那个地步的话，那就是无差别攻击了。可是到时候会对全球的金融业造成比以前1973年的石油危机要更严重的损害，绝对不是2008金融海啸可以比拟的。所以我认为当然了，你说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吗？我是认为说，川普你只要不要逼到狗急跳墙，人家自然就不敢这样做。但是我们已经看过海珊做的结果，那是真的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泪。你知道那个时候那些志工们、环保志工们说，真的有一天被炸的时候，我跟你讲，油轮被炸更恐怖，那整个海域都完蛋了。那整个海域叫做什么？叫做阿拉伯海，不是只有波斯湾而已。荷姆兹海峡只是伊朗拿来作为对抗
美军的一个借口。到时候它的污染会污染到整个阿拉伯海跟阿曼湾，那它的生态浩劫就更可怕。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真正要关心的议题。好，所以接下来会不会这个伊朗被美以逼急了，狗急跳墙，真的去攻击这些油田，让这一场石油的危机扩大？其实现在来自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这一位是阿吉翁，已经正式的做出了示警。他说呢，如果战火扩大，全球经济可能重演的是1973年的石油危机。现在欧洲国家也针对了这个美以的动作，开始做了大肆的批评。瑞士直接公开表示德黑兰的攻击可能违法的，德国则是怀疑整场战争的合法性。尚志哥怎么看这一场这个石油上面的危机？川普能撑多久？基本上，我觉得石油不会到变成一个严重的危机，主要是我觉得从川普昨天稍微感觉起来，他说这个要打完，这个稍微态度一出来的时候，整个油价的部分就立刻一路下跌。那从118块钱跌到现在我们录影的时候是93块，所以跌了20几块美金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大家就觉得那个期望值在。我也特别关注到现在在石油的期货有就是对3个月之后的你的预估，现在对于石油的期货是88块，甚至比现价更低。所以大家认为3个月之后应该就会回到88块。当然这是众人的期待，不见得是事实。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来看现在包括伊朗的态度。我认为伊朗现在慢慢对于荷姆斯海峡，除了像中国等等的船只可以经过，他最近的说法是说，所有你只要是跟以色列跟美国断交的国家都可以考虑让你经过。所以我认为大家都是在开口子了啦，都知道这个严重性。毕竟我们讲说石油的原油，因为能源对于全世界的物价通膨，没有一个国家，地球上没有一个角落能够逃脱它的影响。虽然川普都是说这是小代价，在此前，可是这2天我们每一天看到川普对于油价的那个压力感受，从他接受访问当中就可以感受到了哈。而且现在这种能源的部分的震荡，我们来盘点现在。首先，对于美债这一次当中，过去来讲战争都会逃到美债这一次完全没有任何限定，因为美国你就自己打仗的国家，美元一开始涨起来，可是美元后来也是后继无力，大家并没有特别要抢美元，因为觉得美国就是这个蛮为最亏。然后我们看美股的震荡程度，联想我们像台北股市能够一天大概震荡跌2000点，然后再拉回来一点点，都动辄全世界都是这样子。日本，尤其日本、韩国等等亚洲地区受到能源影响的国家，所以大家在这里头不是跟着震荡，一方面被震荡，一方面在调整。我认为这跟过去不太一样，可能5年前、10年前，你只要能源发生战争的情形之下，大家都无能为力，就眼看着这一切。可是历经了最近那么多战争，我觉得资本市场，我看全球都是那个调节力跟调整度，或者逃到别的地方去稍微潜到那方躲一躲。再这样，但是我们要注意，唯独这次要特别注意是中东国家哦，因为过去来讲，美国的经济是 AI， 而 AI 当中，波湾这些有钱的沙特这些国家是大金主啊，而且早前黄仁勋专门跑到那边要去建全世界最大的 AI 中心，不是吗？结果 Amazon 的数据中心被打了之后，大家全部撤光光，所以现在我觉得比较大的影响是。这波湾国家作为全世界美国最重要泡沫那个 AI 的，又是金主，又在波湾要做这个东西。原先这些计划都是好多钱 ，ChatGPT 的部分 OpenAI 也全部都去到那边好几趟了，但这些现在还会继续吗？波湾的金主也是支持包括非洲国家发展他们投资，以及跟中国很多的方面的经济架构，欧洲也是。所以我个人认为，我不是看油价，我现在是看这一次的战争对于波湾国家的投资实力，包括 AI 那个东西有没有缩手。如果那个东西一旦有缩手，包括影响了波湾的建制的话，我认为这是后面那一波真正对全世界经济的冲击所在。好，谢谢尚志哥。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